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9章。火藥和武器。伊斯帕尼奥拉號停泊在稍遠一些的地方，所以我們從許多船只的船頭下駛過，又繞過許多船只的船尾。他們的纜繩有時會擦過我們小艇的龍骨，有時則在我們頭頂上搖晃。然而，最後我們終於來到了帆船的舷側。大副阿羅先生出來迎接我們，並在我們登船時向我們問好。這位阿罗先生是一位皮膚黝黑、上了年紀的水手，耳朵上戴着耳環，而且有點斜視。他和鄉绅相處得非常融洽，但我很快就察覺到，鄉紳和船長之間並非如此。這位船長是個性情謹慎狡黠的人，似乎對船上發生的一切和周圍的一切都感到不滿，而且他很快就要告訴我們原因了，因為我們剛下到船艙，一個水手就走了進來。斯莫利特船長，先生，想和您談談。水手說。悉聽船長吩咐，請他進來。鄉紳說。船長緊隨他的傳令兵之後，立刻走了進來，並隨手關上了身後的門。好吧，斯莫利特船長，你有什麼事要對我說？一切都好吧？我希望一切都準備就緒，可以起航了吧？是這樣的，先生，船長說，我認為最好還是把話說清楚，即使會冒犯您。我一點也不喜歡這次航行。我不喜歡船員，也不喜歡我的大副，沒什麼好說的了。也許，先生，你也不喜歡這艘船？鄉紳問道。我看得出來，他非常生氣。關於這一點，我無可奉告，因為我還沒見過他航行。船長說，在我看來，它是一艘不錯的船，我只能這麼說。或許，先生，您也不喜歡僱傭您的人。鄉紳說。但就在這時，利弗西醫生插話了。且慢，他說，且慢，這些問題除了招致反感之外，毫無用處。船長要麼說的太多，要麼說的太少，我必須指出，他有必要解釋一下他的話。您說您不喜歡這次航行，是嗎？那麼，請問是為什麼？先生，我受僱之時，是所謂的密令，要我把船開到這位先生吩咐的任何地方去。船長說，到目前為止，這沒什麼可反對的。但我現在發現，所有船員，無一例外，都比我更了解內情，這在我看來不公平，您覺得呢？不，利弗西醫生說，我不覺得。其次，船長繼續說，我聽說我們要去尋寶，而且我是從我自己的手下那裡聽說的。您明白嗎？要知道尋寶這事兒很棘手，我一點也不喜歡以尋寶為目的的航行，尤其不喜歡秘密行事。而且，請原諒我，特里勞尼先生，這個秘密已經洩露給鸚鵡了。希爾弗的鸚鵡？鄉紳問道。這只是個比喻，船長說，我的意思是說，話太多了。在我看來，先生們，你們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。好吧，我來告訴你們，在我看來，這是一件生死攸關、極其危險的事情。說得好，先生，利弗西醫生說，我們確實冒着風險，但我們並不像您想的那麼盲目。您還說，您不喜歡船員，難道他們不是好水手嗎？我不喜歡他們，先生。斯莫利特船長回答說，而且，如果你們想聽實話，我認為船員本該由我來挑選。也許您是對的，醫生回答說，也許我的朋友本該帶上您一起去，但如果說有什麼失禮之處，那也是無意的。您也不喜歡阿羅先生嗎？是的，先生，我也不喜歡他。我認為他是個好水手，但他對船員太寬鬆了，當不了好軍官，
大副應該和普通水手保持距離，他不應該和普通水手一起喝酒。您的意思是說他喝酒？乡绅問道。不，先生，船長回答說，只是他讓人覺得太隨便了。好吧，船長，總而言之，您到底想要什麼？醫生問道。那麼，先生們，你們仍然堅持要進行這次航行嗎？沒有什麼能改變我們的想法，鄉紳回答說。很好，船長說。那麼，既然你們很有耐心地聽我說了一些我無法證實的事情，那就再聽我說幾句。他們正在把火藥和武器放在船頭的貨艙裡。現在，你們的船艙下面有個好地方，為什麼不把它們放在那裡呢？這是第一點。此外，你們帶來了4個自己的人，並且告訴我他們中的一些人必須住在船頭。為什麼不把這裡的船艙給他們？就在你們的旁邊。這是第二點。還有別的嗎？特里勞尼先生問道。是的，還有一個。船長說，已經說的太多閒話了。確實太多了，醫生證實道。我會告訴你們我親耳聽到的。斯莫利特船長繼續說，你們有一張島嶼的地圖，上面有十字標記，標明了寶藏的位置，而且這個島嶼在……然後他開始說出確切的緯度和經度。我從來沒有把這些告訴過任何人，鄉紳驚叫道。但是水手們都知道，先生，船長回答說。肯定是您，利弗西，或者是霍金斯，鄉紳喊道。是誰說的並不重要，醫生回答說。而且，據我觀察，他和船長似乎都不太在意特里勞尼鄉紳的抗議。說實話，我也不太在意，因為他是個口風不嚴的人。不過，在那件事上，我相信他確實是對的。沒有人洩露島嶼的位置。好吧，先生們，船長繼續說，我不知道那張地圖在誰手裡，但我堅持要把它保密，甚至對我自己和阿羅先生也要保密，否則我請求允許我辭職。我明白了。醫生說，您希望我們秘密地處理這件事，並且把船尾部分變成一個堡壘，由我朋友自己的人駐守，配備船上所有的武器和火藥。換句話說，您擔心船員會叛變。先生，斯莫利特船長說，我無意冒犯，但我否認您有權替我說話。先生，如果任何船長有理由說出這樣的話，他就不会起航。至於阿羅先生，我認為他是個堂堂正正的漢子。我對一些水手也是這麼看的。據我所知，也許所有水手都是這樣。但我對船只的安全以及船上所有人的生命負責。在我看來，事情不太對勁，所以我請求你們採取預防措施，或者允許我提出辭職。就是這樣。斯莫利特船長，醫生笑着開口說道，您有沒有聽過那則關於大山和老鼠的寓言？請您原諒，船長，但您讓我想起了那則寓言。我敢拿我的假髮打賭，您進來這裡是想說更多的話，而不僅僅是您已經告訴我們的這些。醫生，船長說，您很敏銳。的確，我進來是打算辭職的。我根本沒想到特里勞尼先生會願意聽我說一句話。我也是，鄉紳喊道，如果不是因為利弗西醫生在場，我早就讓他滾蛋了。但事實是，我聽了他的話，我會按照您的要求去做，儘管這並不能改善我对您的看法。那是您的事，先生，船長說，您會看到我知道如何履行我的職責。說完，他就走了。特里勞尼，醫生說，出乎我的意料，您竟然找到了2個誠實的船員。剛才出去的那個人和約翰·希爾弗。請只提希爾弗，
鄉紳喊道：“至於那個令人難以忍受的騙子，我鄭重聲明，他的行為在我看來不像個男人，不配當水手，也完全不配當英國人。”好吧，醫生說，我們拭目以待。當我們走到甲板上時，船員們已經開始搬運武器和火藥了。他們一邊幹活一邊唱歌，船長和阿羅先生在一旁嚴密地監視着。我對新的安排感到滿意，整艘帆船都進行了改造。船尾部分，也就是以前主貨艙的後部，建了6個船艙。這些船艙只能通過左舷的一條通道與廚房和前艙相連。最初計劃由船長、阿羅先生、亨特、喬伊斯、醫生和鄉紳使用這6個船艙，但現在雷德魯斯和我將占用其中的2個，而船長和阿羅先生則睡在通往船艙的升降口蓋上。這個升降口蓋兩邊都加寬了，幾乎變成了一個小小的頂層筒艙。當然，它的天花板仍然很低，但有足夠的空間掛2張吊床，甚至大副似乎也對新的安排感到滿意。也許他也对船員有些疑慮，但這只是一種猜測，因為，正如你們稍後會看到的，我們並沒有享受到他太多時間的指點。我們都在努力搬運火藥和改造船艙。這時，最後2名水手，其中就有長約翰，乘着一艘港口小船來了。廚師像猴子一樣敏捷地爬上船舷。當他看到我們正在做什麼時，他說：“嘿，夥計們，這是怎麼回事？”我們正在轉移火藥的位置。傑克，一名水手回答他說：“老天爺啊！”長約翰喊道：“如果我們這樣做，我們會錯過明早的潮水。”這是我的命令，船長厲聲喝道：“你可以下到廚房去，船員們要吃晚飯了。”好的，好的，先生，廚師回答說。然後，他摸了摸垂在額頭上的頭髮，立刻消失在通往廚房的方向。這是個好人，船長，醫生說。很可能是這樣，先生，斯莫利特船長回答說。小心點，夥計們，小心。他補充說，對着那些正在搬運火藥桶的人們說道。突然，他看到我正在檢查我們安裝在甲板中間的小炮，一門9磅長的炮。他對我說：“嘿，船上小廝，放下那個，去找廚師，讓他給你找點事做。”然後，當我匆匆走開時，我聽到他用相當大的聲音對醫生說：“我不希望我的船上有任何偏袒。我向您保證，我開始完全同意鄉紳的看法，並且深深地討厭這位船長。